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3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38.58，收盘价是257.1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7.48，最低价是在237.7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2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并且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33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4 倍量增。KD 值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那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趋势已经是建立了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头高，下方有底高。那么我们会看到，如果在 MACD 这个指标双线能够到达零轴上方呢，将会建立一个长期的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那在8月2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横盘后向上突破的位置。那当日的 K 线我们刚刚说了是站上了前高，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那么同时呢，也突破了前面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8月1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52。那在当日又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也就是说，基于这些指标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这根 K 线它将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所以在这个地方要把握机会进场做多。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29，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237。实际在8月29日收盘价是在257.18，当日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并且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第一个目标，也就是前高244，同时也站上了第二个目标252。252我们说它仅是一个压力位，那这样一来，我们说股价后续将会继续上行，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对于8月3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我们要给出一个目标是在273。那现在呢，由于股价已经突破了这两个目标，我们先把这两条水平线删除。然后上移这第一个目标是在273，273是7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它也是股价出现下跌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回档，然后是一根起跌的 K 线，那么它的最高，所以说这个位置将是股价目前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么
如果能够站上这个目标，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向上，因为这个位置将是股价上行的一个强压力。好，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299.29。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长期的多头趋势。那我们会看到，在到达这个299.29之前啊，上方的这个缺口，还有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头低的下行趋势线将会成为压力。那么这根下行趋势线，我们来回顾一下，它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价，也就是在2021年11月6日、11月4日出现的414。然后呢，和接下来两个高点建立的头低的下行趋势线，这也是特斯拉股价下行趋势线的最后一根趋势线。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7月19日是突破了这条趋势线，但是当日的收盘价又回到趋势线的下方，也就是之前的一波上涨呢，测试了一次这条趋势线。所以呢，在目前这一波，如果股价继续上行，我们认为将会继续测试这条趋势线。那一旦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条趋势线呢，也就瓦解了之前的这个头低的下行趋势。那么股价呢目标将会是299.29，也就是300关口。一旦如果能够站上300关口呢，那我们说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应该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也就是414。那在这个之后的这些高点呢，它仅是压力位，对，它并不是重要的标志。好，那同时我们再补充，目前在之前我们会看到7月19日出现折返向下的300关口这个位置啊，实际上也是我们会看到414开始下跌，一直到下方的101。那正好300关口呢是这一波下行的接近是50%的一个成本线。所以说，股价一旦能够突破这个50%的成本线，这个重压力，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对，上次是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而出现的反转向下。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分析说明。那目前是两个目标，273、299.29。好，这是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如果出现下行回档，那我们说第一个目标依然是这是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刚刚给出的下行的新的目标是8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28这个位置。对，那这根 K 线是股价出现反弹回档再上涨的一个我们说叫起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虽然它是红 K。好，那同时这个低点我们看到它也是这个目前这个短期多头趋势的第二个底。对，这是底高。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甚至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228。那接下来就是前低212。那一旦228被跌破呢，股价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前低。跌破前低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对，也就是恢复空头趋势。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下方还有一条也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将会也会到达这个位置成为支撑。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
上行和下行的分析说明。然后在8月30日盘中，我们要给出关注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给出的关注的点位，也就是在8月29日盘中，我们给出的是关注239这个位置，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这个位置。那股价如果能够在这条观察位的上方运行呢，是容易收高的；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对，这是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然后在8月30日，我们要给出2个观察位，一个我们要给到248，248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那么关注它的位置就是股价一旦回档，那么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支撑。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遇支撑而出现继续向上的，所以我们给出这样一个观察位。然后还有一个观察位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高，在257这个位置。好，实际上是257.5，我们给出257.5。好，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个观察位。好，那么如果在8月30日股价在盘中能够在前高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会继续目前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走势，股价会收高，也就是会收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对，那如果在257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好，这是我们给出这2个观察位的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在8月29日收盘价257.18这个位置，我们要进场做多，也就是5%进场做多。理由就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然后抱有大的成交量。抱有大的成交量，通常我们在 K 线技术上的定义是，也就是当日的成交量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2倍以上，这叫抱有大的成交量。那同时我们会看到股价是站上了前高，也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那么也建立了头头高底底高的一个短期多头趋势。那这些指标都支撑，也就是在这根 K 线的收盘价的位置是可以进场做多的。对，那么对，在这个位置进场做多，止损我们要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37这个位置，或者叫238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在8月29日一定是有大量的多头力量介入，而使一部分空头出现了回补，所以可能会促成这样的一个生成一根这样的实体长绿 K 线。对，因为我们会看到前高244和252，也就这根 K 线最高，这都是压力位，也就是说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一旦有多头力量介入呢，一旦突破这个位置，很有可能会造成一部分空头空单的回补。对，所以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也是由于一部分空头回补造成的。对，好，那么对于8月30日，空头，我们说股价如果是
在前一日 K 线收盘价257这个位置，一直到上方的265，也就是上方这个位置，会继续有空头的建仓或者是加仓。那目前空头我们认为它会守273这个位置，对。然后也就是在目前257一直到273这个区域，一定会有空头的加仓，他们要守这个位置。那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28。那当然，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是238。好，这是我们对空头的描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3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给的是264，是8月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273。是这个强压力，也是我们股价要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是281到289，它涵盖了这根下行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焦点。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243和245，但是呢，我们把它和这条中线合并，第一个支撑是243到248，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40这个位置。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236，我们把它和前一日 K 线最低合并，是236到238，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行，如果股价继续上行，那它将会出现一个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5，最高上方会到达267，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65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上涨。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如果是出现小幅的回档呢，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7，也就是不过前高，然后呢最低会回踩到248，然后收盘会收在252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5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当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是一个低开盘。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3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